嗨，大家好，我是 Casey。上期视频我们聊到了关于 iPhone 18 Pro 系列和折叠屏手机的外在，那今天这期视频呢，让我们一起聊一下它们的内在。首先呢，我要分享的是苹果是花了个大价钱呢，给 Siri 换脑子，还有就是随之即将带来的是合体的 iOS 27，以及再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 iPhone 18 Pro 系列它的灵动岛缩小，还有就是屏下 ID 的一些相关情况。那这个故事啊，我们要从 Siri 讲起。就在今年的年初呢，苹果完成了一笔被称之为史上最贵的 AI 收购交易，它是花了整整20亿美金买下了一家以色列的公司，叫 QAI 的公司。那很多人问啊，说苹果现在 Siri 这么笨，买公司真的有用吗？那其实后面我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家公司创始人背后的故事，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到底靠不靠谱了。那如果大家对接下来内容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一键3连哦。那这一次新款的 Siri 和以前的 Siri 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老款的 Siri 它只会听指令，而以后的 Siri 呢，它是会读心术。这就好比以前你得大声喊 Hey Siri， 但以后呢，你只需要给手机一个眼神，或者做一个不出声的嘴型，然后呢，它就能通过摄像头捕捉到你的微表情，瞬间秒懂你的意图。这就是 iOS 27啊最核心的黑科技，它叫做非语言交互。那咱们说句扎心的话来说啊，现在的 Siri 确实有点人工智障，因为它主要的病根有3个。第一啊，就是没记忆，你问完天气问路况，它就忘了你刚刚在聊啥了。那第二就是延迟高，因为它现在算是一个混血儿，因为它内部的代码又要跑自己的模型，又要去问 Google Gemini， 那这样一来一回转圈圈的时间呢，比它干活的时间都要多。第三啊，它就是没权限，它没办法进到 App 里面去。比如说你想让它通过这个相册里面找到指定的照片发给你的朋友，它就直接给你摆烂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 Siri 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摆设。但是啊，新款的 Siri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QAI 的这个 Siri 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QAI 擅长的是多模态的感知，也就是从微表情识别，它的技术啊能通过前置摄像头分析到你面部肌肉的细微抽动。比如说你皱着眉看一封邮件，不用说话 ，Siri 就能感知到你的困惑或者是不满。还有一个就是读唇语，它的算法能识别到你不出声的嘴型，这也就是解决了 Siri 最大的尴尬。那如果你在地铁里或者在会议室里大声下指令，那就是真的是社死啊。但是现在呢，你就完全不用了，你可以通过这个唇语去表达你要说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背景降噪，那这也就是意味着 Siri 将拥有硬件级的音频处理能力，在其嘈杂的这种餐厅里或者地铁里呢，也能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声音。所以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 QAI 公司非常的厉害？为什么苹果一定要花20亿美元来购买它呀？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它的创始人兼 CEO David Bezos， 他和苹果呢算是2度姻缘，他真的算是以色列的技术天才。其实早在2025年 ，David 就创办了一家公司叫 PrimeSense。那家公司的3D 传感技术呢，最初是给微软 Xbox 用的，但是到了2013年，苹果花了3.6亿美金把它给买下来了，所以才有了之后改变手机行业的 Face ID。那他在苹果啊，一直是待到了2022年，然后离职之后呢，他马上又创办了一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QAI。但是结果到了今年2026年1月呢，苹果又花了20亿美金呢，把他和他的新公司又给买回来了。这真就是可一个人买来买去的。可以这样说啊，苹果对这个男人的技术简直是痴迷。第一次买它是为了给我们 Face ID， 第2次买它呢是为了给 Siri 装上一双能读懂人心的眼睛。那它的技术核心啊，不仅仅是音频，而是光学语音，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背景降噪。也就是在 QAI 这里呢，不仅仅是靠麦克风，而是靠光学传感器。那它的原理啊，就是说可以通过捕捉到你的面部肌肉，然后皮肤，甚至你下巴的这个微米级的这个颤动。然后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使你在非常吵的这种夜店呐，或者是风非常大的海边呢，这个麦克风可能是根本听不到声音。QAI 的算法都是可以通过观察你面部的这个动作，然后看出来你在说什么。所以说啊，这就是为什么 Siri 在以后的这种嘈杂环境里也会非常的无敌。那这一次啊，因为它不只是靠耳朵听，而是靠眼睛看。那新款的 Siri 到底会有哪些亮点呢？最首先呢，就是屏幕感知功能，也就是说，只要你盯着屏幕上的内容，直接说把它发给谁谁谁，然后 Siri 就能识别出那是一个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还是一个商品链接，所以说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折叠屏手机的，那 Siri 会根据你的这个翻折的角度呢变换位置。
还有一个功能是我非常喜欢的，叫做主动式 AI，也就是你在日历里面，比如说标注了订了一个餐厅下周5用餐，然后呢，它就会自动根据当天的这个实时路况的情况提醒你说，哎，今天这个时间呢，外面是堵车，然后建议你提前20分钟出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非常火爆的这个 Open Cloud 的这种感觉呀？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关心新款的 Siri 何时上线，那它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 WWDC。它正式上线时间呢，大概预计是在今年的9月，也就是随着新款的 iPhone 18 Pro 以及 Pro Max， 还有就是 iPhone 折叠屏手机呢，随着 iOS 27同步推出。其实随着新款的 Siri 的到来啊，还有就是我们要讲的下一个问题，关于 iPhone 18 Pro 它的灵动岛缩小的问题，还有就是苹果为什么这个时候会采用这个屏下的 Face ID。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苹果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全面屏？为什么现在它可以做到灵动岛缩小啊？就是因为 Face ID 需要一整套的复杂的传感器，其中包括这个红外摄像头、泛光感应器，还有点阵投影器。所以苹果是通过黑科技的技术啊，把这些笨重的传感器全部塞到了屏幕下面。那它带来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当传感器藏到屏幕下之后呢，它的光线透过率啊会变得更差，而且它的识别精度也会下降。所以之后产生的后果啊，就是传回给系统的面部图像会变得非常的模糊、暗淡，甚至全是噪点。那如果你用这种近视眼去识别这种感觉，它的这个安全性啊又达不到我们用 Face ID 的支付级别，这个时候就是 QAI 出场了，因为它擅长的是微米级的光学修复。那它的 AI 模型啊已经学习过了成千上万种被屏幕遮挡后的这种图像，所以说啊，当红外光穿透过这个屏幕打到你脸上再反弹回来之后呢， QAI 的这个算法会实时啊进行脑补，然后它能识别出哪些是杂光，哪些是由于像素点遮挡产生的阴影，然后把这些干扰呢全部剔除，从而还原出一张清晰的3D 深度图。这也就是意味着之后的3D 建模功能呢也会变得更加强大。那所以 QAI 负责的就是把模糊的信号变回精准的数据。如果没有它的话， Face ID 啊就会因为看不清而频繁的报错，或者是有的人拿一张照片就把这个 Face ID 给骗过了。那所以没有这个 QAI 的这个超强算法的补齐啊，它屏下 Face ID 啊也不可能达到苹果要求这种金融级别的这种安全性。那不知道刚刚我讲的是不是有点复杂？所以我就简单的来讲啊，就是说 Face ID 呢以前是开着窗户看人，看得清清楚楚的，但现在苹果为了美观，然后把这个窗户给关上了，还拉上了一层薄纱。那换做普通的 AI， 这时候就变成了瞎子。但是苹果可是花了20亿买下的 QAI， 所以它的算法就像是给Face ID 呢戴上了一副能透视的超能眼镜，所以哪怕是光线再弱，遮挡再严重，它也能通过那一丁点儿的透过来的微弱光线，然后瞬间还原出你的长相。那这就是为什么 iPhone 18 Pro 系列它的灵动岛啊可以变小，因为苹果呢已经不需要大窗户了，它有的就是最强的透视眼的算法。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年2026年才能实现这个屏下 Face ID 的这个功能。我相信有的朋友会问，为什么之前苹果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法？就是因为啊，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涉及到芯片。因为整个这个过程啊，它是需要非常大的计算量的。而且呢，现在我们知道新款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呢，它将会搭载全新的 A20 Pro 芯片。所以说啊，配合这种就是级别的这种图像修复啊，必须要在几毫秒内完成。只有2纳米工艺的 A20 Pro 芯片呢，才有足够的算力，在不发烫不卡顿的前提下，让 QAI 的算法在后台飞速的运转。这也就是说 QAI 加上这个 A20 Pro 的芯片，然后才可以实现让灵动岛缩小，还有就是实现屏下 Face ID 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啊， QAI 是灵动岛缩小的大功臣，但是同时啊 A20 Pro 呢，它也是要承载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苹果正在不惜重金的去追赶 AI， 因为苹果不希望 AI 只是一个网页或者是一个 App， 它希望 AI 成为操作系统本身。那如果 Siri 呢真的能控制所有的 App， 你可能就再也离不开 iPhone 了。还有一个就是重新定义隐私，因为当其他的 AI 都在云端窥探数据的时候呢，苹果是利用收购来的技术在本地处理数据，所以说这种绝对隐私感啊是大家非常看重的。还有一个就是应对即将推出的折叠屏的这个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折叠屏它的屏幕呢会更加的复杂，那如果我们只是采用传统的这个点击操作，它的效率会非常的低。所以说苹果呢就是希望它呢可以依赖更高效的语音和手势以及 AI 的这个交互。所以大家现在是不是明白了苹果为什么要花20亿美金收购 QAI 公司以及把艾维德给请回来？就是因为当年他给苹果带来了 Face ID， 终结了
指纹解锁时代，而现在它带来的 QI 呢，再加上 iPhone 18 Pro 那颗2纳米的 A20 Pro 芯片呢，是要终结手动交互时代。所以这就是苹果砸下20亿美金换来的未来。那你们说这个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呢？而且啊，我觉得大家所期待这个全面屏的到来啊，也是指日可待的。那再我们来看一下 iOS 27和新款 Siri 到底在哪些机型上可以适配。那其实 iOS 27呢，它是可以适配到很多老的机型上，但是如果你想上新的 Siri， 它的门槛会非常的高。首先它的分水岭啊就在8GB 的内存，那很多朋友很能使用 iPhone 13甚至12，你虽然是可以提升到 iOS 27，但是那些 QI 的识别功能、屏下 Face ID 联动啊，这些是体验不到的。那目前来看 ，iPhone 16全系列呢是一个低保线。那如果你想要最完美的体验呢，你至少得拥有一台 iPhone 17 Pro 以上，或者是直接上 iPhone 18 Pro 系列。那今天视频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屏幕前的你们一直陪我到现在。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有任何想法，一定要在弹幕区和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见啦，拜拜。